AI 这么火，为什么几乎所有 AI 公司都在亏钱？ OpenAI 在亏钱， Anthropic 在亏钱，几乎所有做大模型的公司都在亏钱。但奇怪的是，资本却还在疯狂往里投钱，几十亿、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的资金还在不断进入这个行业，因为 AI 可能正在成为历史上最烧钱的一场科技革命。今天我们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很多人都有一个直觉， AI 这么厉害，肯定非常赚钱。毕竟现在很多人用它写代码、写论文、做设计，看起来 AI 几乎正在改变所有行业。但现实却恰恰相反，绝大多数 AI 公司现在都处于一种很奇怪的状态，用户在增长，收入在增长，但亏损也在扩大。很多公司甚至出现一种情况，产品越火，亏的钱越多。问题不在收入，真正的问题在于成本结构。也就是说，这些公司并不是赚不到钱，而是花钱的方式完全不同。如果你仔细看 AI 公司的成本结构，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AI 公司看起来像互联网公司，但它的成本结构更像是一家重工业企业。AI 公司最大的成本是算力。换句话说，当用户和 AI 对话时，看起来只是一次简单的提问和回答，但在后台其实正在调用大量 GPU 进行计算，而这些计算最终都会转化为真实的电力和服务器成本。每一次用户提问，每一次生成内容，每一次模型推理，背后都要调用巨大的 GPU 服务器集群。换句话说，每一次 AI 回答本质上都是一次真实的计算过程。你让 AI 写一段文字需要算力，生成一张图片需要更多算力，生成一段视频需要的算力可能是前面的几十倍。如果是复杂推理任务，比如长逻辑分析或复杂编程任务，消耗还会更高。举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很多复杂 AI 任务在后台可能需要调用几十张 GPU 同时运行，而普通服务器可能只需要一两张 GPU 就能完成任务，而一张高端 GPU 的价格往往就要几万美元。所以在 AI 公司内部，经常有人开玩笑说一句话，用户每多聊一句，公司就多亏一点钱。甚至有人总结出一句非常形象的话， AI 不是卖软件的行业，而是卖电的行业。在传统互联网产品里，用户越多，边际成本通常越低。比如一个软件开发完成之后，多一个用户下载几乎不会增加多少成本。但在 AI 产品里，情况正好相反，用户越多，服务器烧的钱越多。所以很多 AI 产品增长的越快，账面亏损反而可能越大。可以用一句话总结，传统互联网赚的是软件的钱，而 AI 赚的是算力的钱。但推理成本其实还不是最贵的，真正昂贵的是模型训练。训练一个大型 AI 模型需要3样东西：第一，海量数据；第二，超级计算集群；第三，极长的训练时间。一次大型模型训练往往要持续几个月，背后可能要调用成千上万张 GPU 同时运行。如果把这些算力全部换算成钱，一次训练的费用很容易就达到几千万美元，甚至上亿美元。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这还只是一次训练。当技术迭代的时候，公司还要继续训练下一代模型。GPT-3 之后有 GPT-4， GPT-4 之后还会有更强的模型。每一次升级都意味着重新投入巨大的计算资源。所以 AI 行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研发成本极端集中，只有极少数公司能负担得起这种规模的投入。但 AI 行业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技术军备竞赛。只要竞争对手发布了更强的模型，你就必须跟上，否则用户很快就会迁移。因为在 AI 产品里，体验差距非常明显，模型更聪明一点，回答更准确一点，生成内容更自然一点，用户就会立刻切换平台。于是整个行业变成了一场不断升级的科技竞赛。今天是更大的模型，明天是更强的推理能力，后天可能是更低的延迟，更强的多模态能力。每一次技术升级都意味着新的算力投入，新的训练成本，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于是 AI 行业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局面，所有公司都在烧钱，但没有人敢停下来。因为一旦停下来，你就可能被下一代技术甩开。那问题就来了，如果 AI 公司现在普遍不赚钱，为什么资本还在不断往里投钱？原因其实很简单，资本赌的从来不是今天，他们赌的是未来的一个位置，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所以如果把整个 AI 行业拆开来看，
于是整个 AI 产业逐渐形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3层结构。第一层，算力层 GPU 制造商、数据中心、云计算公司，例如 NVIDIA。随着 AI 模型规模不断扩大，对 GPU 的需求几乎是爆炸式增长，于是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 AI 公司在亏钱，但卖 GPU 的公司却赚得盆满钵满。第二层，模型层，比如 OpenAI、Anthropic、Google DeepMind、Meta 等，这些公司负责训练基础模型，这层技术门槛最高，同时也是最烧钱的一层。根据一些公开估算， OpenAI 每年的算力和基础设施成本可能达到几十亿美元。第三层，应用层，未来会有大量 AI 应用、AI 软件、AI 代理，它们都会建立在这些模型之上。所以资本真正赌的并不是 AI 今天能赚多少钱，他们赌的是一件更大的事情， AI 会不会成为新的平台层。在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出现新的基础设施层。互联网时代有操作系统 Windows，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平台系统 Android 和 iOS， 谁控制了这些底层平台，谁就拥有整个生态系统的入口。AI 时代，很多投资人相信大模型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代软件世界的底层平台。如果这个判断成立，未来大量的软件应用服务都可能建立在这些模型之上，就像今天所有 APP 都运行在 iOS 和 Android 之上一样。一旦这种生态形成，真正的盈利能力才会开始出现。所以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 AI 公司为什么在亏钱，真正的问题是未来这个行业会不会形成新的平台。如果不会，那今天很多公司的投入可能都会变成沉没成本，但如果会，那么最后胜出的那几家公司可能会拥有巨大的生态控制力。所以现在 AI 公司亏钱其实并不奇怪，这不是一个短期赚钱的行业，它更像是一场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历史上，每一次新的技术平台出现之前，都伴随着大量烧钱和激烈竞争。互联网如此，移动互联网也是如此，而 AI 很可能正在经历同样的阶段。所以今天 AI 公司亏的钱，本质上是在买未来的平台门票。如果你对这种商业逻辑、科技趋势和平台战争感兴趣，欢迎订阅这个频道。在这个频道，我们会持续拆解科技公司、平台经济以及商业世界背后的隐藏逻辑。OK， 我们下一期见。